身上先发生，你还是要幸福。拿生命换一段爱情，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这个背后又有一些什么呢？掌声请出他们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颖30岁，来自河北，他的职业是剧组的助理。女主人公小冯23岁，来自辽宁，他的职业是幼教。来，有请两位。30岁啦？对，就为一个女孩子要付出生命？因为我非常的爱她。我们呢，从09年开始相识，当时呢是从老家沧州认识的。他上的是幼教专业，我是大专毕业，然后呢，从事一份开车的工作。朋友聚会上相识了，然后呢，互相留了电话，这样一来二去呢，我们就相爱了，相处的关系非常好。因为我不是市里边，是农村的，在这租了房子呢，然后我们就在出租房里一开始一起生活了。他因为是毕业了，在北京呢找了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当时跟我一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呢，我特别的不理解，不放心让他自己去。为什么呀？因为我怕那种大环境，我怕他变怕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变了吗？到现在他跟我提出分手了这就是明显的例子确实是变了为什么要分手呢，姑娘？现在我连说话都不敢了，每当我说话说不对的时候，他就会要死要活的。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一点。我看这个小片里，你说别人给你介绍一男朋友是吧？是的，是我们同事。你同事知道你有男朋友吗？知道。那为什么还给你介绍对象呢？他们也是好心，有时候我跟他可能是抱怨过吧。我说我朋友最近比较忙，根本就1星期也碰不见一次，他也没时间关心我。然后他们就说这样的朋友要他干嘛呀？还不如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经常的跟我提这件事儿，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的。然后同事也说，就算是处不成朋友，当一普通朋友也是不错的。而且在北京这个城市，有一北京的朋友挺好的。要是平常的关系，你能出去天天出去吃饭去吗？能吗？我们俩只出那样，送的花你接受了，对吗？难道不是吗？送了一些小礼物你也接受了。那普通朋友送礼物不可以吗？你现在已经出了不正常的朋友关系了，难道不是吗？我说我俩很正常。所以说你不喜欢我了，你再谈其他的朋友可以。你觉得现在不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脚踩2只船是吧？对而且有嫌贫爱富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比如说那天我们去新世界，看到了一块手表，1万多，看了好久。那我看看也不行吗？可以，我和你要了吗？可是你跟我说起好多事儿来，你说那个男孩能给你买得起这些东西，能给足你这些东西，可我没要呀。或者说你同事已经买了这些东西，难道我不应该多想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俩只是普通朋友关系，你相信吗？我不相信，真的不信。小颖，你现在还在沧州还是已经到北京了？一起到北京了。那见过他那个普通朋友吗？见过见过，而且跟他朋友打了一架了，牙掉了2颗。你没事你跟人打架干嘛呀？就跟你女朋友吃2顿饭。不是，您可以想象，大家也可以想象，我为什么要单独找这男孩去打架呢？为什么呢？因为是你同事给你以对象的身份来介绍的朋友。你为什么会怕他呢？就因为他跟你那个普通朋友打架是吗？是这样，上次呢，我跟我那朋友一起下了班，我没想到他会去接我去然后我也没看见他，他也没跟我说提前。然后我同事那朋友过来说咱一起出去吃顿饭吧，我们就出去吃饭去了。然后回家以后就问我说跟他什么关系，我就跟他解释好多遍了，说只是朋友关系。我们俩因为这件事吵架之后，他气冲冲的拿钥匙就出去了。都半夜12点了，那边朋友来电话了，说他找人打架了。到医院之后我一看，好家伙，牙都没了，就是满嘴都是血，还跟我那说话呢。那我凭什么去找他打架？你想过吗？想过这问题吗？是因为我在乎你。那你听过我解释吗？我跟你解释过没有？我怎么没听过？这么长时间你这么不相信我吗？你完全可以不跟他出去，对吗？完全可以不接受他的小礼物。那我驳了同事的面子吗？普通朋友还送礼物呢？难道因为面子你就放弃了咱们3年的感情吗？那你们同事也给你送礼物的呀？好，我问问啊，他经常跟人打架？他还有一次，因为也是说，我们俩就是因为商量说逛街的时候买东西，结果没买合适了，我俩晚上就是一句话说不到对头，他晚上开车就出去了。结果也是半夜了，医院一女的打电话来，医院一护士说问我认识他吗？在医院呢。到医院看他那样，满脸都是血，现在眼睛上还有疤呢。当时为什么吵架？为什么我要自己开车出去自己飙车去？因为你看到了咱们商场里边好多的鞋，
好几千我买不了，你就不用跟我说了。现在的经济实力不允许，这些你都知道。好了，我有这钱，干嘛不要买呀？上次去后海的时候，你不也跟我提了吗？这所房子有多么好看，多么好看，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在这儿买房子？那我就不能有追求吗？如果没有先前你朋友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我不会去多疑的想什么。但是现在有了，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嫌贫爱富啊。也就是说，那天因为你不开心，所以你开车出去飙车去了，出了车祸是吧？我自己出去开车飙车去。你怎么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因为他在我眼里，他就是我的生命。啊，那太可怕了。我每次聊天的时候吵不起来，没一句话说错了，你就开始这事那事都出来了。砸玻璃是怎么回事呀？你跟大家说一说吧。砸谁玻璃啊？这么大还砸人玻璃啊？拿弹弓砸的？因为我特别喜欢他，特别爱他。因为3年当中呢，我们从认识一开始，你就说你砸谁的玻璃吧？砸自己家的玻璃。你有茶几上的玻璃，我就想以这种方式来博得他的同情，来挽留他。你这不是把姑娘吓跑了吗？因为我正常的手段留不住他。那你非正常的就留得住吗？最起码我自己是那么想，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他。从一开始，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什么时候这样威胁过我呀？我现在是威胁吗？难道不是吗？我现在是挽留，可以吗？用这种方式去挽留吗？来，姑娘，我问几个问题啊。这个确实跟那个小伙子没什么事儿，是吧？没有，就是普通朋友。我们俩只是普通朋友关系。那以后还有条件更好的普通朋友要结识的话，结识吗？结识啊！如果当好朋友的话，我一定会跟他，就是说，处朋友有什么关系吗？你怎么来界定好朋友和男女朋友的关系呢？好朋友就是像处哥们儿一样。男朋友呢？男朋友是跟我一起生活，疼我、爱我、关心我的。啊，那他疼你、爱你吗？他以前爱我，现在我不知道，他只用方式来威胁我。啊，你怕了是吗？对。我这么做完全出于爱你，你能想想？你撞你眼睛那次，你是不是拉着我手跟我说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相信你了。可你现在呢？不还是这样吗？因为我是干幼教这行业的，有一天就是离家长打一电话，可能是晚了吧，10点多打一电话，他可能听一男的声音，然后就死追问问的说这人是谁呀？谁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呀？然后我这上一天班比较心烦，气儿也不太顺，我就说那个一朋友，然后这吃着水果呢，吃的挺好的呢，拿刀就对胳膊来一下子，我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你认为谁能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不管任何的方式，你看我的出发点，我出发点是喜欢你，因为3年的经历我忘不了。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找的这份送水的工作，每天都特别忙，然后晚上每天的工作量在10个小时以上，甚至到15、16个小时。回来之后呢，他每天晚上都给我做饭吃，每天天天如此啊，给我洗衣服，然后打洗脚水，天天帮我揉腿，这些东西我真的忘不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样对我呢？我现在出于在乎你，真的出于在乎你。你在乎的是你自己，跟他有什么关系？再说他有什么值得好在乎的？自己有男朋友，还以相亲之名去见不同的男人，这个做法合适吗？我不知道啊，我们听专家老师的话，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这个小哥们儿，你用这种苦肉计的方式啊，特别愚蠢。他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东西，而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只是一种调侃，他也没有真的要，但是他只是说，他激励你，你要去奋斗，将来会有的。他没有当时跟你要，是不是姑娘？对，我从来没跟他要过。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激励他心爱的男人。这种东西你不应该生气，你应该跟自己生气。你用自残的方式，绝对会在他心里头，那么小一个女人，你都会给他心里头造成很大的伤害的。所以他不是不珍惜你们之间的感情，是你给予他的这些信号，让他望而生畏呀。人有2种特别残酷的在爱情里面极端方式，一种就是自虐，一种就是虐待别人。我指可能一些暴力行为啊什么的，你这种行为特别不可取，你这样他会惧怕你，这种惧怕很可能把你们俩原来的那种的亲密啊，那种爱啊，全部都给压下去了。只能是让他对你产生一种恐惧，然后渐渐跟你从心理上真正的拉开距离，这很可怕的。这2种你打对方也不对，自虐更不对。你回忆你们当初，他天天给你做饭，天天给你打洗脚水，天天帮你按摩腿，他那时候是一个多好一个女孩。我只是想告诉他，我为他所做的，比如说手上的伤，然后眼上所有飙车的伤，然后别人为他做不到。如果愚蠢，这种行为特愚蠢，这叫暴力。
咱们过去形容一些这个街上的这个女性，叫泼妇是吧？我们有几组词，你看看这几组词是不是适合你？一哭，跟你哭过吧？哭过。二闹，买个什么表，不买就开始闹。三上吊，你觉得你差哪一条吗？哪一条也不差啊！我承认哪一条也没有差，可是全部因为爱。别跟爱没关系，别拿爱说话。我看到的是一个心动女生和一个无力男子。心动女生，人未动，心已远。这个心为什么已经动了呢？因为到了不同的环境，见识到了不一样的生活，知道自己有可能够着更好的物质条件，甚至但我并没有嫌弃过他呀。对，我没说你嫌弃他，我没说你嫌弃他。看到了，心也动了，有了心思，有了行动，这边急了。那并不是我们俩的行动。凭什么一个男人老送你礼物？怎么不送我呀？怎么不送高律师？那如果我朋友说送你个礼物，从哪带回来的，比如说我出差是带回来的，送你了，我总不能说我不要，那你们俩干嘛要经常吃饭呢？只是出去几次被他碰见了，并没有经常出去吃饭呀。这叫尺度。姑娘，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这里面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企图，有什么心思，谁还不懂啊？平白无故送你礼物，接你出去吃饭，有毛病啊！所以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没必要。心动就是心动了。我并没有心动啊。好，说说这个男生，我说了，心动的女生和无用的男子。这么说你可能不太高兴，现实。既然发生了变化，你自己又无力提供你女朋友心已经动了的诉求，你只能采取无能的办法自残。这个是最无能的办法。你有几条胳膊几颗牙呀，弟弟？都打光了，你怎么办？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我跟你说实话，就像一次爆炸之后，或者一次地震之后的余震。一次强烈地震是你的恋爱惊天动地，不断的有余震，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直到你感觉不到它。你每一次的自残只会减弱你女朋友对你的依赖之心。她第一次内疚，第二次惭愧，第三次流泪，第四次、第五次麻木了。换了我也麻木。你不就这几招吗？赵川说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你还能怎么样？以死相逼的爱情，那不叫爱情，那叫占有欲得不到满足的无能表现。你这是典型的所谓叫自虐式的求爱。刚才我注意到你最初上台有一段表白，你是说我希望用这种自残的方式博得他的同情。实际这句话是你从头到现在说的最准确的给自己的一个定位。但是我想告诉你，同情不是爱情，你不能用你自残的方式来绑架他，来要挟他。你一次一次自残等级的升级，换来了他开始同情，到目前为止是害怕。所以说我觉得千万不要把爱情、把感情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上，这种建立起来的感情是不可能长久的。作为一个有成熟心智的男人，我认为你面对挫折应该不断的完善自己，这才是追求真爱的一个不二的法则。你这种方式太愚蠢。那我再说这个小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当你真的觉得这个男人不能给你安定的家庭生活，甚至他现在这种自残的行为让你深深的有恐惧的话，你不要一次又一次的同情他、可怜他而留在他身边。有一种罪叫同情之罪，你同情了他，让他觉得我这种自残的行为得到了你的同情，得到了你的关爱，我找到了捷径，所以导致他的自残行为不断的在升级，这里面有你的错。可我现在都不敢跟他提分手，只要跟他所以说我告诉诉你，如果是说你真的不爱他了，或者是说你认为和他在一起我真的没有安全感、没有幸福感了，你就要勇敢的说拒绝。如果你真的和他还有一份感情的话，那么我希望他再有这种自残行为的时候，你立马闪开，离得远远的，你让他看不到他的自残能得到你的同情、可怜的回馈，给你们之间有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应急期。每一次看到相同的案例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一个场景：一对患难的小夫妻从遥远的农村来到一个大城市，刚来到大城市的时候都一无所有，彼此互相勉励，只要靠我们的双手同甘共苦，一定能创造美好的将来。但是在互相勉励的同时，彼此之间又互相惴惴不安，
生怕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诱惑、纷繁复杂的世界，有谁会先出现被诱惑而背叛的局面。但其结果往往是悲惨的。很显然，环境对于一个人的选择和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坚守是会起巨大的变化。女方始终非常反感我们说嫌贫爱富。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真实的形容你，也可以形容我们每一个人，那就是我们都爱富，但我们不一定嫌贫。你承认吗？对吧？追求美好的生活，每个人的权利。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爱富不嫌贫，这是两个概念啊。你是先爱富不嫌贫，还是先不嫌贫再爱富？又或者你一边在爱着富，一方面又在不嫌贫？在他看来会成为一个简单的对照，那就是你接受了别人的礼物，而我无法给予，他就会认为你嫌贫爱富。还有你，当死成为一种要挟的手段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不敢死，这是定律。因为在你内心当中，你非常清楚有人会拦着你，所以你吃定了的。其实一个人呢，为了一个人死是很容易的，真正难的是为一个人活。一个好丈夫对待一个成了植物人的妻子，为了他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照顾他，这很难。但如果因为一时的醋意，或者是因为自己懦弱无能，悲愤的自杀，这种自杀没有任何意义。在他的记忆当中，无非会呈现出我尽力了，他自己选择了走，没有任何意义。其实更多的情况之下，我认为抓不住的就是已经抓不住，而能够回忆的毕竟是美好的。你不要用你的死和你的道德绑架来每天抽打他的耳光，你没有这样的权利。老师，我能插一句话吗？你说吧。咱们节目的主题是叫保卫战，爱情保卫战，保卫，而不是分离战。对，现在几位老师给我一个直观感觉，就是劝着我们在分。我告诉你一点，记住，我们保卫爱情，不是说我们要劝和或者是劝离。有的时候保卫爱情就必须要劝离，因为这份爱情已经被污浊了，被你的死的要挟被污浊了。难道我捍卫你这样的爱情？他能跟我一起来，表明他心里边肯定还有我。他心里有你，是因为他不来你会死。他可以跑啊，你知道吗？你敢这样说吗？如果你今天敢这样说，郑重的承诺一句，你说我还爱着你，我会一直为你守候，但我以后我绝对不以死相要挟，我尊重你的任何一个选择。那么接下来他的任何的选择我都尊重，我也支持你们能够在一起，当然更好。你敢这样说吗？我敢。你说，你现在就说。我以后可以不以任何的方式来要挟你，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当着各位评委老师，当着主持人的面，可以尊重你任何一个选择。 OK， 接下来的环节我都支持你，但你要尊重他，你要遵守你的诺言。 OK， 可以，好，真的可以。这姑娘我觉得我挺赞同你跟她分开的，因为她那些表现让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分开。但是有一点你做的确实有瑕疵，仔细的想一想，一个陌生的男人为什么要送给你礼物？因为他喜欢你。这个男人知道你有男朋友，他喜欢你。当你的男朋友去跟他打架的时候，他没有理性的说我们俩坐下来谈一谈是一个什么事儿，他找人把你男朋友还打了。咱们就说这件事情你做的有没有瑕疵？我们要正确的面对一些问题。如果你认识到了这种行为本身对他是有伤害的，你们俩用的方式都太伤害对方了。涂老师刚才问得很好，他会尊重你所有的选择，涵盖不分手、在一起、分手、不在一起，太多选择，你可以选择了。来，各位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真的特别喜欢你，曾经的一切我真的忘不了。所有东西我都可以抛弃，只要你能和我在一起。只要你能和我在一起。
我和你分手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嫌弃爱富，或者说喜欢那个男孩，就是因为你这种方式，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我凭什么为什么再相信你？咱们一起回家行吗？我不知道哪天再有什么事发生，怎么跟你爸妈交代？找我要人，我怎么办？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了，真的不会了。任何事情我都能做到，只要你不和我分手。我可以以后不再做你所谓的自残，等等等，任何事我都可以不做。我要的只是你。以前我都选择相信你了，可是我真不知道以后万一再有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我该怎样面对你的家人？我保证不会。请亮灯啊！你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吗？你最大的悲哀是你伤心，对于他来说无足重要；你死，他倒是真怕。受之父母，我觉得你的父母亲应该会很难受。你没有想过所以我这个问题吗？我想过，老师，我真的想。哎，你没想过，兄弟，我跟你说，最关键就是你太偏狭了。你刚才说了一段话，对吧？涂老师让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我尊重他的所有选择，是你说过的吗？是。好，两位请回。来，请关门。大家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一个声称因为爱你而要为你死的人，你是继续跟他在一起，还是离开他？如果继续在一起，选择赞成；如果离开他，选择反对。来，各位，请选择。96.88%的观众朋友是绝对不认同的。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一点：对那种拿生命相要挟的人，是没有人会去爱的，因为那个爱得太没有尊严。好了，一起来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1，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有乐意。就是爱你，爱着你。我再问几个问题啊！既然他那么介意你跟那臭小子来往，你还跟那臭小子来往？不来往啊？不来往。你还接受那臭小子礼物吗？不接受了。你那么爱他，你能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放到工作上去，多挣点钱，给他好生活吗？可以。来吧。送给这叔叔吧，你。哎，请回，谢谢。感谢杰里亚为你们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订婚的套装礼盒，还是他们那句话挺好的，爱要有你才完美。掏心窝子说点话吧，两位，来一起见证他们这个浪漫的时刻吧。我愿意一生一世付出我所有的东西来爱你，但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我会加倍努力，给你物质上包括所有的东西，我都会尽我最大所能给你。嫁给我好吗？好，3个。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们。